那美国呢，当然也有很多奇怪的现象，因为川普在当总统。不过这个消息让大家觉得不寻常，是因为很特别，五角大厦突然紧急召回了数百名全球驻防在各地的将军跟海军上校哦。那这是由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所发布的这样的紧急召集令，到底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跟大家在同一个地方见面呢？引起了很多的讨论，是不是很不寻常？发生什么事？美军出现什么危机吗？还是为川普筹划再吃阅兵？这个想法是因为在川普看完了这个93大陆的阅兵之后，他觉得好像我们是不是要阅兵一次？有这样的说法，说因为呢，我看到我们上一次军容实在不是很壮大。那川普面对记者回应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难道我们跟将军处得很好也是一个大事吗？要记得，我们是促进和平的总统，跟将领处得很好是一件好事。你们把它搞得是像坏事一样，所以不是有发生什么大事啊？到底为什么？那很多的猜测嘛，哦，这个最近目前发生的新闻几件。”我们自己帮忙凑想一想是什么呢？拉斯维加斯51区附近发生的军用飞机事件，就是莫名其妙出现了一个无人管理在无人军用的无人机，本来是位在拉斯维加斯山谷的东北40英里的地方，突然有个奇怪的无人机，没有人指挥起飞就飞到了这里。那还没调查，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在神秘事件调查当中。还有枪手居然向51区所在的秘密空军基地来开火，而且他开枪射哪里啊？是大门呢，去正门开枪，造成了当地的起降临时关闭出口，后来临时以其他的出口。那当然，这个枪手会马上被抓到了，说奇怪，行为很反常，这个都很反常，到底怎么回事？或者是像这样，俄罗斯有4架军机由美方公布的，是北美的防空司令部声明的，他们说24号啊，发现俄罗斯有2架图95、2架苏35进到了美国阿拉斯加附近的空域。不过呢，这个仍然是航空识别区，没有真的侵犯到领空。但是美方立刻派了各种的预警机上去辨别，然后拒阻跟拦截，是这样吗？还有《金融时报》报道说，川普啊，对于现在所有的俄乌战争里面，乌克兰可以做的事情的这种乐观啊，其实是假象。他们分析为什么川普突然讲说，其实乌克兰还是很有机会可以打赢俄罗斯这种说法呢？其实欧洲官员被受访的时候问这个问题，他回答，其实川普啊，同样也提出要求欧盟要停止买俄罗斯的石油啊，还有对大陆还有印度加征关税啊。但这些措施从一开始他们就认为不切实际啊，你自己想干的事叫我们要一起来做，这就是甩锅游戏的开始。甚至认为呢，到时候乌克兰的战争战败或任何的问题，到时候要继续下去的话，那就要甩锅给欧洲了。美国非常清楚，欧洲根本无法承担这样的各种关税措施，或者是乌克兰接下来的战局。美国是不是无暇顾及解放军呢？在这个大陆的一个军事频道《兵器面面观》节目上，换上了新的画面，在片头看到的是这个是福建舰成功起降的画面。画面上看到的这个是包括了歼15在山东舰滑跃起飞啊，还有变成歼35在福建舰上面弹射的画面啊。都象征着中国大陆的军力正在迈向下个世纪吗？如果比较起来，福建舰要入列，对于美国的忧心跟可能竞争上面的这个压力大不大？大陆国防部就表示，大家期盼这个马上福建舰入列的那天不会太远，马上就要做到了。而整个作战半径覆盖到东南海这个区域的是中国大陆的利剑无人机。这个攻击型的利剑呢，202593阅兵亮相之后，接下来还被发现说这个机翼啊加装了折叠铰链，未来可能就可以直接在这个所谓的福建舰上面航空母舰起降坠落，起降啊，具备舰载作业的能力。以至于更让美方的军事单位跟研究人员很担心吗？而世界上被形容叫做无人潜舰最大的一台的秘密测试，是中国大陆方面正在测试的无人星潜舰呢。说这个大到什么程度呢？大概超过了40公尺。那跟美方目前已经有的叫做杀人鲸，大概查一查，大概是16公尺，比一比呢，因为还有宽度长度的关系，就让人家觉得好像美国的杀人鲸显得好像小孩子的沐浴玩具、洗澡要玩的玩具一样，比例差很多。那么，所以到底美国的军力跟美中的各种对抗，从军事角度来看，赖老师，赫格塞斯这个举动确实不寻常。
因为美国的将领在海外的驻地，不管在日本、韩国甚至在这个印太司令还有就是在欧洲、中东地区，你看准将也就是大陆的大校准将以上的所有的将领，还有美国各基地的准将以上的将领，全部都要到这个海军陆战队的这个基地来开会。而且基本上来说，我们在过去在军队，像我以前在国防部，我们在服务的时候，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召集各单位的主管到部里面来开会的话，通常我们都会告诉你这个会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如果是要讨论建军的计划，或者要讨论重大的国防的改革案，或是要讨论什么，我们通常都会给这些军事的指挥官他们本身，也就是说这些将领，他们本身去研究一下因为他们要去思考，所以我们通常都会把一些议题，或者是把一些方案，我们基本上会用加密的方法会传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可以跟他们的僚属那么都是去研究一下，去探讨，然后想一想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什么样的建议，然后大家集中起来，议程通常都会很明白。可是你想想看，他们是没有告诉你为什么要回来开会，没有给你任何议题议案，就只告诉你下个礼拜2就到这个地方来一起开会，800个，所以你等于是在瞬间，准将以上的这些指挥官全部都被叫回美国，都离开原驻地哦。对，那你等于是你的原驻地在短时间内，它的作战能量一定是比较弱的，不管在日本、韩国夏威夷，甚至在菲律宾在中东，在欧洲所有的地区，你的这些军事将领，你如果说要再赶回去，基本上来讲，那你想想看，你坐飞机也要多少时间？而且你本身还有军机也没有多到我全部把你们都全部运送回去，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部分里面真的是非同寻常。而当川普要故意淡化它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事情更不寻常为什么？因为他说这没什么嘛，这没什么。然后如果需要的时候，我会亲自到。那这代表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如果你需要？如果他们需要，我会亲自到。那这是不是说你赫格塞斯如果压不住阵脚的话，那我就来了？那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是不是告诉大家说，美军是不是有酝酿一种这种不安的一种局势？也就是对于这个川普或者是赫格塞斯他们的领导，或者是他们在这段时间对于跟军事将领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不是已经要浮上台面了？他要确定他的文人领军的这种权威要能够镇得住，所以我不告诉你为什么要来开会，我只告诉你给我回来，然后你执行命令还是不执行命令。我觉得这个事实上是值得大家去探讨的，因为你一下子要把住在全球派在海外这么多军事基地的准将以上的将领全部都召集回来，这不是一件小事情。我觉得这个当然要值得大家去关注，是不是美军内部里面已经有一种不安的一种态势会发生。另外，对于美国来说的话，我们一直在强调防空识别区本身就不符合国际法，因为国际法本身没有规范防空识别区，当初就是美国他自己片面画的，他自己画的，他也知道不符合国际法，所以你只要有足够的能力，你可以完全不用理会这个美国的防空识别区。为什么？因为防空识别区都是各个国家可以自己画，它根据它的雷达的照射面，它根据它的战机所能够达到的覆盖的范围内，它就可以自己画防空识别区，爱画多少画多少，爱画多大画多少。那你今天你美国很明显的对俄罗斯来讲，就是我从来不承认你的防空识别区，所以我爱怎么飞就怎么飞。对于美国来讲，连驱离都谈不上，它只能够半飞。再跟各位观众朋友强调，美国只能半飞，连驱离它都没有这个权利。实际上怎么看这个很不寻常的五角大厦紧急召回令？这些人没有真正的干过军事首长，然后呢又不愿意很虚心的求教的结果，就长成这个样子就是认为自己一旦令来守不是一旦对，那立刻
就各种奇怪的那个方式都有。但是我们必须这样讲，我们来看看解放军啊，解放军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啊，也就是一点突破，各型沿用。什么叫做一点突破？也就是它的装备只要在某个地方得到突破的时候，它很多地方会用上啊。我们刚刚讲说有关于这一个攻击11啊，它有装上铰链，可是最早装的不是攻击11，最早装的应该是歼35啊。那现在有网络上又有一些人在那边讲一大堆有的没的那个错假消息，说歼35它的翅膀不能折，我拿出证据来，它可以折啊。也就是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叫做飞机设计的期刊，它在2021年的时候，它就出了这么一篇论文。这一篇论文是谁写的？是沈飞，也就是专门做歼35的。那其实呢，这一篇论文太长了，我们看图好了。我们来看看歼35的翼面跟这一篇论文里面的翼面一模一样，可是它这中间就是有铰链。所以当在这个歼35有突破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攻击11上面，而且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舰载机会如此使用啊。那另外呢，我们讲到这一个以前叫做超大型水下无人载具，现在欧美的这些学者说应该叫做超大型水下无人载具。为什么？因为我们来看啊，刚刚那个主持人特别讲它的大小跟美国的杀人鲸到底对比是多大，这个是解放军现在在超大型的水下无人载具，这个是美国的杀人鲸，你看这个在尺寸上就小一截。那它当初被发现的时候，其实是在广州的广船国际的龙穴基地那被发现的，但是现在发现在哪里？现在发现已经在三亚附近的这一个港里面了。其实我们当初看到的时候是长得这个样子，也就是它其实这个就是龙穴基地。我们照的现在这个截图啊，只有龙穴基地的1/4不到，而且是船池的部分，你就知道它的造船厂有多大。所以中国大陆它的造船的总量这么大，大家不用怀疑啊。那这一个区域，这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一个超大型水下无人载具，就是这个样子。大家不要怀疑啊，它前面如果说透过卫星的这些图片呢，它前面是可能可以发射鱼雷的。那它到底要怎么样使用呢？因为我们这样讲啊，如果我们来看台湾海峡这边的水域的话，如果是红色的话20公尺水深，黄色的话40公尺水深，绿色的话70公尺水深。意思是什么？整个台湾海峡的水深大概最多就70公尺。你要让一般的潜舰在这边航行啊，实际上来讲它都有撞到沙坝的可能。所以我们为什么看到解放军的潜舰南来北往都是浮航，原因也就在此啊。如果它未来使用在台湾海峡使用这种超大型水下无人载具，我们现在做了那么多，说哎呀要致敬乌克兰的这一些那个无人艇，遇到这种可以发射鱼雷的超大型水下无人载具，根本我们现在就是一场空。董哥，川普说他自己是和平的总统，那所以不管是要欧洲继续去支持乌克兰打仗，还是各种做法，你怎么看？和平总统表示说，我心里很想要有和平奖，其实是这样的。所以3天前他在联合国的演讲，他说我上任1月20上任到现在，已经阻止了7场战争了。大家听了是，反正他们这些人因为外行怕人家搞不懂嘛，就像我们过去在报社，报社可能升了一个编辑来当总编辑，但是大家都很清楚，新闻界最大的主体就是记者。记者在前面冲锋陷阵，有各种那个，对不对？那就是这样嘛，就像军队一样，你要有作战过的将军，大家才会看重嘛。你如果是幕僚出身的，最后升到上将，大家看不起你，就会这样。那我们今天上任了以后，好像很多人都看不起我们，统统找回来。总编辑召集各地特派员、组长以上，通通回来开会。搞不好没什么特别，只想没什么事情，讲话，精神讲话，威风。我是老大，对不对？我有怎么样的抱负跟理想，怎么样啊？大家听了都在窃笑。你懂个什么媒体啊？你知道什么叫采访吗？对不对？就是这样。我跟你讲，
美国的国防部长跟川普就在干这个，那他把这些将官700-800个都找过来，要干嘛？你们都是星星嘛，我是月亮啊，众星要来拱月。我告诉你就这样，你知道国防部长刚上任的时候干了一件事情，他1月20上任，那时候就被人家就踢爆，因为他原来是湖视电视台的主播嘛，就说人家就给他踢爆说你这家伙你以前涉及了一个性侵案，你还好意思上任？那时候媒体报道，浮华世界啊，大家都拼命报道。他很不爽，他上任以后1月20上任，2月他就把大家知道美国军职最高的是什么？参谋总长联席会议主席，他就把他干掉了布朗上将就被干掉了，然后下来开除了5个海军上将。就是哇，我很有权威啊！因为你们这些人心里瞧不起我、藐视我，那我就用这个方式啊。然后他要求军方我要再砍将官20%，每天就喊出用这种职位，我的人事权来恐吓这些人。所以金钟对他其实是超级不爽。你一个外行，你就是靠这样在作威作福嘛，狐假虎威嘛。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这种情况。那为什么要趁机有这个举动呢？我告诉你，因为中国大陆的9·3这个经验，让他们意识到，两方的战力好像不是我们想的这样哦。中国大陆这一次让大家觉得可怕，就是说，他现在的战争形态，他已经把它演化到用 AI， 很多东西是无人的。那这个无人的，跟你美国的传统那种作战方式已经不一样了。那这些显现出来的武器，它的太阳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他们心里有一些底害怕了。那这个当然了。战争的形态、武器的方式，大家越来越改变。当然你要多去了解，可是我真的可以充分理解赫塞斯他的想法，真的就是这样。你们不把我当回事，统统叫回来，我才是老大，就是那种心态啊。训话而已，我们想多了嘛。但川普想的可是很多啊，新措施对于关税又有新做法，他又新宣布的这个做法是什么呢？包括了进口橱柜、特定种类家具是苛征50%的关税开始了。那最严重的当然是药品100%的关税，即将进口美国就要被苛征，还有什么进口重型卡车等等25%各种类型。总之10月直接生效。所有进口到美国的各种关税，只要是这些类别，当时大家最担心的这个药品，果然来了，要科100%的关税。新关税再起，232大调查再增加了3项哦。这个3项是什么呢？有机器人、工业机械、医疗器材，被视为说是美国为了进行新一轮关税的预备动作，矛头指向中国大陆吗？中国大陆跟美国不是正在几轮谈判里面？还准备要 APEC 见面啊，要互访等等，在这样子的一个善意底下吗？他堆叠里继续再开几刀，还要再针对吗？那其中川普呢打算，他说：“哎呀，在美国农业贸易中所受的伤害，像大豆啊这些农民啊，大陆不采购的啦。”川普说要拿关税的收入来救助农场主啊，我们会把钱赚来的钱发给农民。很难想象农民心里不知道作何感想，要怎么发多少，让这些豆子或者是农产品该怎么办？那各种的讯息里头，其实在大陆的部分，现在反而倒过来看到蛮多，也是正面跟负面，刀子、红萝卜跟棍子同时的这样的现象。例如采购波音跟美国大豆有可能吗？大陆商务部说，最大的障碍还是在单边美国的限制措施哦。记者会上被问到说，尤其是大豆，那美国现在很在乎说，你大豆能不能买啊？这是美国农业州川普很在乎啊。那到底会不会有可能恢复采购呢？他回应，美方应采取积极的行动，取消相关不合理的关税，为扩大双边贸易来创造条件。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中美贸易战以来的第一架交机是波音777。终于在这个波音自己的公布里头说，中国金鹏航空下单的2架，其中1架24号终于交机了，总算春暖花开，等到了第1架飞机。后面等着排队的还有更多的波音采购吗？这是个大问号，不知道。但中国大陆的商务部这时候连发2条公告说把几家公司，包括了这个Huntington 英格尔斯啦扁平地球啦，全球唯独这国家。这些公司设为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甚至不可靠的实体清单要惩罚的，包括了像爱尔康国际海洋公司都直接列入。所以呢，一方面好像我们有各种的机会可以柔软的来进行协调采购等等，但同时对于
部分的企业仍然要加大的管制措施，韩国更惨。真的，我觉得李在明是一个其中悲催的角色了，因为原本大家都以为韩国是跟川普谈得很好，有批得很好，结果呢，现在所有的报道都指向了说，现在双方的贸易协议岌岌可危。由于呢，这个李在明说美方要求的条件他办不到，会让他被弹劾，让韩国经济垮掉，所以现在直接已经。韩国首尔部分的官员抱怨，白宫变来变去，谈判要谈崩了吗？因为现在直接美方要求。比照日本啊，本来3500亿是吗？现在要加码到5500亿美元，然后要南韩签一份接近日本模式，而且要现金，不要贷款，他要 cash， 他要钱。那卢克尼特做出这样的最后通牒，到底会怎么办？在南韩国内，当然从上是收劳工等等的，也让他们全部民情激愤。他说，南韩不是日本，他甚至喊话贝森特哦，在纽约这个联合国大会的场边哦，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会谈里强调，南韩跟日本两国的基本外汇市场的结构就是不一样的，希望美方充分考量，他没有办法配合像日本这样的标准。还有一个观察的指标，川普在纽约啊接见的是15国的首脑，一个晚宴里那众星云集啊，大家都好像抢着要跟他拍照一样，这样他的威风跟风光嘛。结果这里头没有谁，没有李在明，直接缺席啊，他就跟企业界座谈去了。赖老师看到了川普各种新措施，李在明的处境。川普的措施其实就是恢复保护主义了啊，也就是说，他对于自由贸易，他已经是完全不信任，他完全抛弃了。但是这个是经济理论中到底是自由贸易对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繁荣比较有帮助，还是保护主义比较有帮助？在过去人类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说，自由贸易互通有无会让大家的生活过得更好，共好嘛？对，共好。但是你走保护主义的话，因为你走保护主义，别人也会对你走保护主义。那如果越来越多的国家相互之间都在走保护主义的时候，那大家的经济就会越来越不好。这是在过去人类的足迹中发生的事情嘛，所以才会有自由贸易成为经济学重要的理论之一。那现在美国在领导下要走向保护主义，其实我们会担心的就是它影响越来越深。例如说，像墨西哥现在也对中国大陆要课50%的关税，像加拿大也对大陆要课在电动汽车课100%的关税，钢铝课25%的关税。现在连欧盟都认为钢铁它被中国大陆打败了，所以它也要对中国大陆课50%的关税。那这一些会慢慢的又走向保护主义的国家，那对大陆来讲，它一定会对于你对我保护主义，我也对你课报复的关税嘛。那这个也就是形成了中国大陆跟这些国家也开始就打这个关税战了。但是大陆本身坚持的就是自由贸易，所以大陆对整个非洲大陆、对亚洲、对整个中美洲、南美洲，它还是在走是自由贸易。所以中国大陆成为自由贸易的领头羊，美国成为保护主义的领头羊。那现在是两个领头羊，看谁最后是谁胜利。目前来讲，我们推断大陆是一定胜利的，因为美国的保护主义到最后会逼得每一个国家也站起来跟他实施保护主义。那这样的话，对美国的企业最终有伤啊。那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提到大豆的问题了。过去美国还是有跟中国大陆还是有跟美国买大豆，但是美国采用的是关税补贴的方法来解决它的竞争力，因为美国在跟大陆打贸易战嘛。或是大陆在跟美国打贸易战，所以彼此的关税都高的情形下，本来美国的大豆是不容易卖到中国的。结果从川普的第一任到拜登到川普的第二任，他们采用的是补贴你关税，我帮你付关税，付中国的关税。那这样的情形让美国的大豆农还维持有竞争力。但今年中国大陆的做法完全改变了，不买，一船都不买。那现在等于是美国的大豆农一下子127亿美元赚不到了。现在的情况考验美国的政府。美国政府如果你全买单了，就是这127亿美元，你用克来的关税去支付给农民。我们要问的是，农民谷物要不要给你？那也就变成美国政府买了美国农民的谷物，但是你要堆在哪里？而且会不会造成谷贱伤农，造成全面性的大豆价格往下掉？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川普没有路走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关税又一波，这次针对药品还有特殊的几个项目，其中药品是直接100%的关税，直接10月就要实施。是台湾很多药品进到美国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冲击又来了。我们跟美国谈的关税到底多少？不知道，到现在还是不知道。大家可以看到了，都觉得像刚刚大家在讨论，韩国至少好歹还知道它是15嘛，然后他要投资3500亿吧，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可是一项一项的来了。这2天最大的消息不是暨大吗？暨大就是捷安特啊，美国叫你来投资你不来，好，我现在开始卡你，那公司整体光他一个措施，你损失就4%到5%啊，他就用这样卡你啊。那这个当然也是他在谈台湾跟美国关税的一部分那当然美国把这些东西放进来的时候，机心非常歹毒啊。你跟他越亲近，你越倒霉大家看韩国对他不是推心置腹吗？结果韩国说3500亿，我们没办法接受，我会被弹劾。不是的，美国现在说是5000亿啊。那你那时候跟人家谈判3500亿，什么叫变5000亿？美国的意思是怎么样？我给你3500亿，你都不接受，就好像一个很刁的一个，你要去买个房子，这个房子我很喜欢啊，1000万啊，1000万再杀个价，1200万，要不要买？哎，不要，这1200万，1500万，你不买我不卖给你。你现在碰到的就是这样，你知道吗？我告诉你，美国现在你跟他越亲近了越倒霉。那现在谁跟他越不亲近？中国大陆俄国人，你看飞机都开到他，对不对？开到他的，他拿他没辙，真的没辙啊！中国大陆你要那个我稀土就来抵制你，我就不买你的大豆，美国就害怕了。告诉你，川普就是 check out， 对不对 ？check out， 他就是这样啊，他每天就是作威作福，高兴。所有的将领、各地的指挥官全部调回美国，让我看一看。我不认识你们，我来看一看，我才是3军统帅，我统治世界。他在表现这个，你知道吗？所以你今天碰到的，你跟他越亲近，你越倒霉。跟美国做朋友，那你被他吃干抹净啊，还不如做敌人好。川普银学刚刚看一个最新消息说，他是要求南韩所谓的3500亿美元是要用预付的，我就是房子还没有买，我要把全部的尾款3500亿全部付现金先付了，他才能接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中4轮关税之后，看起来 APEC 还要谈话，但是看起来互相的各种关税战没有停，包括中国大陆商务部也再度的发出了公告，要所谓的管制跟限制一些美国企业。其实这3家公司的管制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出口管制的名单，第一个是 Huntington Ingalls。这个是专门做潜舰的公司啊。那另外呢，有一个叫做扁平地球管理公司，它其实就是协助美国来制那个的海军工程公司。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董哥。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小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花莲人的苦啊，这2天大家看到的各式各样的报道，其中空拍图连国际上的科技公司都很关心，从空中俯瞰灾后最新的状况。花莲的复兴乡太平村这里大概有2/3，原本是这样绿意盎然的土地，现在2/3都是泥海。这个泥流泥海直接冲进了每一个人的家园、车子跟所有的道路。这个马太安溪的堰塞湖
根据最新的各种监测计时来讲，现在真的是苦不堪言，复救遥遥无期。很多悲伤的故事让大家看了非常的心酸，包括刚过完90岁大寿，花莲一位妇人就直接在大水当中罹难了。那女儿发现了母亲之后，很难过，没有水可以用了，当地还没有电呢，所以只能用雨水先帮母亲清洗大体，盖上被子，希望她不要受到太多的这个惊扰。还有花莲最年长的罹难者100岁了哦，100岁的人类居然这个健康好好的，原本却因为这样的事件来不及救援，当时家人更焦急了，因为他透过监视画面看到了阿宙漂浮在水面上，还抓着椅子，所以大家人很着急，一直狂口想办法去想要救他，但是无能为力。所以幸存的阿嬷很自责，怎么没有办法把阿宙救出来？还有，甚至花莲这个阿嬷被媒体的画面拍到说，她独自一个人，70岁了，在想办法清家园，满屋子都是烂泥。为什么她只穿一只鞋子呢？一只脚是穿着这个雨鞋呢？那原来是因为她太多天了，3天泡在烂泥的里面呢，可能有伤口，已经开始发炎，其实很危险的。万一还有这个蜂窝性组织炎，真的要去看医生。现在很多的物资都太贫乏了，他一边这样工作呢，就是因为他连脚上的伤口都来不及处理。他说很希望拜托大家来帮忙他清理家园。而在这个悲苦的情绪里头，看到我们的总统到现场去，笑容满面。所以大家说，网友现在形容词叫做莱尔校长，笑得这么的开心。而所谓的青鸟女神徐碧啊，在大罢免时代不停的在攻击的这位所谓的女神啊，底下居然还留言，可能堰塞湖神需要献祭吧，就跟总统去跟灾民讲哦，这个什么你脸怎么黑黑的啦，你这个大家的先生怎么身体都不好啊，这种话就是同一个逻辑。翠上的青鸟说：“抱歉，我对花莲的灾难无感。毕竟你们在大罢免的时候做了最坚定的选择，请像个大人对自己的选择负责。那或者像486这种叫人家不要去捐款，这是台湾最美的风景吗？”赖总统去看灾，到处走到哪？上一段我们看到啊，连在介绍大家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还要介绍上哦，还有我们沈伯洋。随时走到哪都带着他。那沈伯洋说：“我大力的去援助花莲的灾民哦，灾民做什么呢？他说协助向国军协调沐浴车，迅速建立野战移动室，让灾民可以清洁沐浴。那这种做的事情就是党部目前努力在做的事情。”很多网友在上面问。接着问话说：“奇怪了，7月就存在的问题，那个时候跑去大罢免，现在来这里帮大家洗澡，这个新闻不是很奇怪、很恶吗？你省总统还是省大司令，关他什么事？党库通国库吗？那国军随便他可以调度来的车子吗？但是方恩格这个老外看起来觉得怪怪的，为什么啊？民进党的前进指挥所，自己党的前进指挥所，还要纳沈伯洋服务处。”难道中央、花莲县政府跟民团都没有成立救灾指挥中心吗？还要民党自己成立救灾指挥中心？到底为什么啊？外国人看不懂啊，心中只有选举，要抢资源吗？这是网友说的。而 PD 网友还说，上次派八炯，这次派红孩儿，专门恶心花莲人吗？就是你罢免失败了，要惩罚你花莲人吗？真的只有选举的党吗？那沈伯洋抛出了赈灾的募款户头是独立的，不是花莲政府，是他们另外的系统。这个财团法人赈灾基金会里头一查，哇，细看原来啊，这个负责的人呢，就是这个陈时中啊，原来如此，基金会的董事长。而日本友人，就是外国人都看不懂的台湾，他说日本友人很惊讶啊，我们捐善款还要分党派吗？还要分这个给民进党的，还是给花莲的，给国民党的？那被形容我们台湾的民众听到这样问法，都觉得丢人丢到海外去，一直不停的宣扬不要捐给地方政府，这种言论被转载出去，这个就是不是正常人可以接受，或者是国际世界的人道的可能基本的看法啊！大家真的很多人其实看到的正常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我是看到很多人拿铲子去帮忙，要协助灾民，馆长也宣布捐出他的这个捐款跟物资，听听他谈话。我在救灾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子，为什么现在台湾人就是一分为二了？都已经这么多人了，那些人都没家了，还希望大家
都可以挺过我们这一次的灾难。连关长管人讲着都会想要落下男儿泪，但我们总统去现场很开心啊，笑容满面。所以台湾真的两个世界，从赖清德当总统，大家看了，因为他搞大罢免嘛，他大罢真的就是两个世界，好，就好像日本人在惊讶的怎么捐钱去赈灾，还有分政党，这怎么回事啊？其实我们都非常清楚这就是整个赖清德为了大罢免搞出来的整个台湾的仇恨气氛。那这个仇恨气氛花莲碰到了天灾，先甩锅，对不对？大家看到由徐国勇发动的那个王定宇他们发送出去，那是徐国勇传过来的，大家可以看那一些相关的对话都很清楚啊。胡党宴大家搞在一块，如何甩锅给花莲？大家记得吧？2个多月前这里有一场很大的活动叫做护国大绕境，从花莲出发。护国大绕境，曹兴诚带头这些人去哪里了？你们护国要从花莲出发，先来保护花莲，先来协助花莲，没有啊？大家看了这些人通去哪里？那时候的这场大罢免的选举大家可以看到了，其实台湾就是割裂成2个社会，仇恨嘛，仇恨到现在，因为没有选赢32-0，那个仇恨压到现在还很气愤所以你们花莲人自己要承受，你们怎么没有把胡昆萁罢免掉？所以大家看到那些情绪性的动作跟语言通通出来了，这还是人吗？所以大罢免的时候，我在很多节目讲，我说这场罢免的投票行为真的大家可以看到是怎么样，是人跟禽兽的选举你整个所有的人性没有了，才会让很多中产阶级、台湾善良的人纷纷出来投票。那投出来以后，这些人还是不甘心，所以他们后续有非常多的活动，认为说他们即使输了，他们还是要继续的在推动这样的社会运动。这个社会运动的人，他们的做法是什么？就是仇恨仇恨那些没有去支持罢免的人就大家看到情况就这样。所以台湾其实每年几乎都台风嘛、天灾嘛都会有，要不然地震嘛。我们其实一般的政府碰到这个，它绝对有个模式在运作嘛。我怎么让老百姓先撤离，然后怎么救灾，那怎么做灾后的重建？它这个模式已经大家都很娴熟了。你只要不是这些外行的政务官在那边指点点，充满了那些心思，然后算计，他绝对没有问题运作就是这样运作那他们这些做法，其实让这一次的整个花莲的情况，它就变成荒腔走板了。所以你的算计当然如果让老百姓看到，他觉得非常心酸今天我们的政府在哪里？政府搞大罢免的精神在哪里？他所有的精力都花在那里，金钱都花在那里。今天呢没有看到了，他看到我们莱尔校长笑眯眯的，他是有没有能够将心比心？他医护好像很不怎么样，很舒适的样子就走去了那里。我其实真的看不太懂因为我刚听高嘉瑜讲，我也不太认同我讲怎么会是这种表情呢？对不对？你应该心里有手感嘛。即使你多么不喜欢花莲的老百姓，他们没有把胡昆萁给罢免了，可是他还是你的人民有时候看这些东西看得真是心如刀割，因为你可以看到了台湾的执政的这个团队，他是如何的没有人性，他们的说法跟做法，还有他们的侧翼，那种凉薄，那种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他们就是通通都做出来了。各位朋友，大罢免的时候，你的投票没有错，你拒绝了那些没有人性的人，那我们其实现在又看得更清楚，原来我们台湾社会真的被赖清德割裂成2个世界，这2个世界，一个是人的世界，一个是禽兽的世界。
真是两个世界啊！因为我看到很多画面，我是很感动，我热泪盈眶。看到年轻人拿着铲子去帮忙，卖海产的老板说：“拍谁要看我洗干帮忙，我把冷冻车开来，因为我觉得这个车可以摆1个礼拜、2个礼拜啊，甚至1个月，让你们可以冷冻食品，否则家那里没有电。”食品没办法保存，大家用自己可能仅有的力气，不管是捐款或各种送物资。可是这些民进党的侧翼们是在说不要捐钱呐，然后或者是捐给我们自己就好啊，然后只炫耀自己的能力。民进党做了多少事，分开来宣传，这是两个世界啊。有人性、有良心、有爱心的广大的台湾人，不会理会这些偏狭的、这些没有人性的、这些民进党的侧翼。不会理会他们的说法，我们只会唾弃、瞧不起这些人的一个说法。我们看到台湾还好有这么一群很坚定、很善良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已经远离了民进党。我们看到当初有一批人从民进党离家出走，他们有更多的人，他们一直跟民进党保持很远的距离。这群人是我们台湾很可珍贵的财富。也是支撑我们台湾到今天还能走下去。即使那一些青鸟、那些民进党的侧翼、那些人，他们在制造仇恨，在创造仇恨，在政治挂帅，但是问题就在他不代表我们台湾人，他们越来越孤立，他们越来越少数。我觉得目前来讲，这个整个台湾的大势越来越好，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他们看透了、看清楚了这些青鸟。这些民进党侧翼他们的嘴脸都看清楚了，因为看到说他们一心一意只为了选举，他们一心一意只为了权力，因为他们知道选赢了就有权力，有权力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胡作非为，他们就可以在台湾继续创造仇恨，他们可以在两岸之间去制造暴力、紧张、冲突，可能爆发战争，他们从中间来渔翁得利，他们把他们的小孩、孙子都送到海外去，然后他们必要的时候就紧急的就跑到海外去，带了大把的钱、大把的银子、大把的金子往海外跑，然后他们在台湾就是在玩弄政治。但是我觉得越来越多人看透他们了，所以你看这么多的年轻人，几百万的年轻人离开民进党。他们到了民众党去，他们有的回到国民党去，至少有更多人他保持中立了，他不再碰，他保持中立，但是他不去碰民进党了。这代表什么？我觉得这代表台湾未来的希望。所以明年的选举，我们要更彻底的下架民进党。再过3年后的选举，要让民进党完全失去权力。这样的话，我们台湾可以回归善良，可以回归我们的未来。为什么？各位想想，李登辉执政的10年，陈水扁8年就18年，蔡英文8年这样子就已经是26年了，赖清德也1年多了，27年多了。他们把蒋经国创造出来的财富，在台湾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蒋经国创造出来的财富，它的最珍贵的地方是在哪里？最贫穷的25%跟最富有的25%只差4倍，也就是收入最高的25%的人跟收入最低的25%的人，我们把他的财富平均下来算之后，就4倍。所以这代表什么？已经进入国际之间都说了不起，经济成长速度这么快，然后国家富裕这么快，而贫富差距这么的低，这是人类间从来没有发生过的。那我们今天看到了台湾现在的贫富差距那么的大，有钱的人有钱到不行，没钱的人没钱到不行，底层的人生活的苦不堪言，年轻人没有未来，年轻人他根本都不知道他在台北买不到房子，他在很多的城市买不到房子，他干了一生他也买不到一栋房子，他干脆赚多少钱花光它，因为他没有未来。为什么？因为贫富差距太大了。为什么贫富差距太大？民进党执政的这20几年，把台湾搞得真的是贫富差距一塌糊涂，搞得仇恨政治挂帅。我觉得今天我们更因为花莲的这个悲剧，我们看到民进党上上下下的这些嘴脸，去灾区可以露出开心的笑容，我们实在是觉得太违和了。
光问到花莲灾民的话，连今天晚上要住哪里，中午要吃什么，可能都不知道。可是我们刚刚每个画面在影片中的时候，每一个笑容，那个是总统从头到尾都是笑得很开心的，就是让大家觉得是违和。他讲的那些话会让大家觉得奇怪了，不是说都是花莲人吗？为什么就是有很大的差异？我一直觉得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啊，也就是从7月台南的丹纳斯台风之后，赖清德总统不断的提部队，然后不能进入户内救灾。你说搬垃圾，那当然是或有疑义啊。但是呢，实际上来讲，现在是在救灾啊。我们来看一看哦，这个在9年前，国防部他的一个新闻稿是怎么讲的？叫做不待命令，主动救援。那个时候是这个样子啊。我们看一看民国105年7月7号，他的新闻稿是这样，现在变得好像都要赖清德同意特许对才能够进去，是因为花莲吗？那也不是，因为当初的台南也是如此。那到底是什么法令呢？其实我不清楚啊。那我特别去查了有关于国防法的部分啊，国防法其实它的第2条、第3条讲的非常清楚啊，叫做中华民国之国防以发挥整体国力，建立国防武力，协助灾害防救啊！明明写的这么清楚，为什么不断的好像要你恩准一样啊？那以前民进党真的都是如此吗？不是，为什么？我们来看啊，之前台北重创的这一个纳莉台风啊，我们看到这一位，这个是从这一个总统府网站下载的，这一位陈水扁总统，他当时他就是直接的前往灾区，我们看到的全部都是军人啊。为什么？因为军人有资源嘛，而且那个孔武有力，可以帮忙救灾嘛，不是吗？结果你不愿意，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不愿意。那我再讲一个民进党你最不爱听的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在7月的时候，在贵州榕江同样也发生了这种泥流啊。我们看看人家的武警啊，是立刻投入。你看看这么多的垃圾，全部我们看到马路上的，全部通通都是军人，不管他是民兵，他是武警，或者是解放军，通通都是。6月24日发生，然后水一退，7月5日，解放军就撤出了。为什么？因为打扫得干干净净啊。所以我们这样讲啊，我们看一看别人，想一想我们自己啊。那也就是说，我们有这么多的以前。其实国军就办得到。当年纳莉风灾的时候，我在当舰长啊。那个时候要求我们船上除了必要的抽水机之外，其他的抽水机通通都要送到台北市去。其实那一种抽水机抽这种污水很容易故障的，可是我们的长官那个时候怎么说？不要紧，坏了绝对不算在你船上的，立刻回来，我们各个造船厂帮你修好。那个就是军人的底气啊。现在为什么军人都不讲话了呢？该你出动不待命令的时候，为什么不做呢？我们所有的人民都是国军真正的支柱，可是需要国军的时候，国军拿出你的魄力，不要再管那一些有的没的那个知识一分的政治。总统要特许军人才能够去救灾，这个是台湾奇怪的新现象。